怎么入魔族之手了？连巨妖幡都能被魔族夺走，我还有什么理命苟活于世？三元。 你是妖皇，此时此刻一定要坚定心性。眼下这个局面，若想平息，唯有冰解之法了。 想不到过了6万年，神尊的神力依旧如此深厚。你堂堂天后，3界上神，竟然渡魔！不换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哼，6万年前你就该迅捷而亡，你也让我挺失望的。6万年前，迅捷而亡。不换，罗刹帝战士。 是你故意而为之，神尊果然睿智，神尊再睿智，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死在我这个曾经最卑微朝圣殿的小神士手中。太仓江，你把白绝怎么了？天地寒苦，白绝岂还能活？ 魔气，魔尊有令，请二殿下离开此地，保全自身。妇女，母神，妇女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魔力？听说我母神赐予她，我母神她就是9幽今日诞生的新魔神。夫人，帮我护阵。 本尊不管你有何苦衷，为何会选择堕魔？于公于私，今日我都留不得你了。那些高高在上的话，还是等你赢了本君再说吧。放弃吧，免受这些皮肉之苦。你的神力远在本君之下。天地有道，邪不胜正。凭什么你就可以代表苍生道义？凭什么你就能以正义自居？为何地阶凤凰就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？为何本君就做不了这天地之主？本君不服！白绝，从此以后，本君就是3界的至尊。你居然还活着？不可能！本君亲手将你斩杀！
你绝不可能还活着。天启，本尊不仅酒量好，演技还大有进步呢。不是说好只是演戏吗？你既能为我备下练习之酒，怎么就不知道再为我备一套护甲呀？无患狡诈，若是被发现了破绽，你就真的活不了了。你个臭冰块，自你觉醒之后办的事儿，就没有一件让人欣慰的，很疼的。如今无患的罪行已经暴露无遗，解决了他，我也可以安心的走了。先阵只能撑一阵子，只要巨妖帆不倒，他们迟早会攻入罗刹地。你要做什么？我要护。没有赤阳，就凭你们三个，也想拦得住本君？只阳不在又如何？
若不是本尊当年觉醒的时候身受重伤，神力有损，又怎会留你至今？无患，何为正，何为邪，何为天地道义，就不用本尊多说了吧。即便我输了又如何？是我没有猜错，你能复活，定与那场劫难有关。白绝，你处心积虑，你当真以为如此行事，便是对他伤害最小？住口！待真相大白之后，你的所作所为定会像魔气般纠缠他、折磨他，让他后悔终生。人若心死，活得越久越痛苦。他在说什么？凤凰进火，夫人出事了。师尊，求求你，救救他！他用的是冰解之法。自古以来，仙人和妖君用的此法，都会魂魄俱毁，不能往生轮回。纵使是我，也没有办法。3界之中，我再也寻不到他了。江，是你杀了他！你恨我夺走你的凤凰之位，所以你要夺走我的家！不换，必死警戒的不是别人，而是你自己。神尊，神尊，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剑傲！你曾经不是最疼无患吗？无患愿意接受任何惩罚，只求你，只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，救救他！江，纵使是圣骨，也无法将魂散之人起死回生。 6万年了，该让真相大白于3界了。众仙皆在，天地已至，你究竟想说什么？无患，本尊问你，当年在渊灵沼泽灭世阵法之中，月迷究竟是怎么死的？月迷死了，他不是沉睡在神界吗？不错，月迷是我杀的。大家都说真神高不可攀，智勇双全。这6万年，你们还不是被本君
瞒天过海，让天启成了三界之敌，让你们4人自相残杀。小殿下，你终于醒了。你是谁啊？小神名无患，乃凤族中人。无患，千年时间，你可愿成为我的神兽，同我一起回神界？无患愿意。无患，你现在是我的神兽了。进入了朝圣殿，以后就是我朝圣殿的人。不管以前你在凤族怎么被人欺负，以后咱们好好修炼，定让那些混蛋刮目相看，岂不快哉？是，小殿下。好你个五品彩凤啊，才来了几天，胆子就大起来了，敢嘲笑本殿下。无患不敢。到时候咱们朝圣殿，一定可以成为真正的神界第1殿。小殿下，你先好好修炼，我定为你打点好朝圣殿。不让你和古君修炼分心。本尊当年亲自带你回朝圣殿，月明又在我去九幽之时，悉心教导你千年，你怎么下得了手？是你带我回朝圣殿的又如何？在你眼中，我永远是凤燕的代替品；在月明眼中，我永远都不足。他还曾劝说你等待凤凰涅槃，哼。罢了，都过去了。当时的心结没解开，过了6万年，本君已经不在乎了。成王败寇，我认了。上古早就知道无锡和凤燕隐居避世，凤族原本假的凤燕元神也是他亲自交给凤云长老的。你说什么？他自带你进朝圣殿，便从未想过让凤凰取代你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三首，无患究竟做了什么？你告诉众人。回禀神尊，这些年来数次仙妖之战，皆是由无患一人私心引起。因为他想利用战场上的煞气来修炼自己的魔力。父神，无患，你可知罪？无患，你弑杀神族，修炼魔力，因一己私欲，挑起2族之战，实在是十恶不赦。3日之后，我将亲自斩你于青龙台之上，以平苍生之怒。我十恶不赦，哼，是，我十恶不赦，苍生可诛。那你呢？你的罪又由谁来判？你身为混沌主神，盗聚灵珠、镇魂塔、聚妖幡，为一己私欲，弃3界众生于不顾。你代天责罚，为何不罚你自己？住口！让他说下去。你们瞒进3界，旁人不敢说，我偏要说。上古，你以为你自己高高在上，是众生之主？可笑！3界尽知之事，唯你不知。你还曾被身边最亲之人弃若敝履，高坐神座又如何？是混沌主神又如何？你才是3界最大的笑话，连我都不如。放肆！神尊，就算你们杀了我，也改变不了他的命。不换，这就是你所谓的主神之罪。聚灵珠、镇魂塔、聚妖幡，皆是我混沌之力所生。这3个物件本就归我所有，区区3件灵器，我若想要，
还担不起一个道字。怕你是离开神界太久了，把所有的事情都忘了吧？其他事，无论我知晓或是我不知晓，也轮不到你来智慧。现在，本尊就将你关入扶摇殿。目光，你与无患夫妻6万载，我留他这3日，便是给你的3日。谢师尊。除了白绝真神，所有人都出去吧。圣果。我为何会失忆？本尊作为主神，无病无灾，却沉睡了6万年之久。醒来之后，就连无患和景昭，都敢对我指手画脚，用他们的无知嘲笑我、羞辱。无患所说的并非是你，而是后池。你莫要将他的话放在心上。后池之事我已知道了七七八八。他因你而受伤，亲人爱人皆因你而死。你深深的伤害了他，而你仍然安坐于此。不错，后池之事是我的错。我枉为真神，但求不归神界。这可是你说的？是。好，我会回到神界，而你永远都不要再回神界了。走之前，请把我的记忆还给我。普天之下，我想不到还有第2个人能够拿走我的记忆。你到底有什么事情不想让我知道？你想要的，我没有。我亦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好一个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！我想，你也不愿再见到我了。那本尊就如你的愿。白娟，我以上古之名向祖神起誓，永生永世不爱你，不恨你，有为陌路，永无再见之期。多少？圣果。天启，我实在想不明白，白绝为何会欠下如此多的孽债。每个人想不明白的事情有很多。白绝跟我说，后池之事，他做错了。无患说，
阿庆，你说实话，我是不是特别懦弱，特别自以为是？陛下觉得呢？莫要再喊我陛下了，我听着惭愧。罗刹地一战，我有负警戒，有负先皇，更有负于妖族。阿庆，你那天拒绝我是对的，我配不上你。陛下还很年轻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慢慢来吧。慢慢来。在神界之时，我第一次见你，就像现在一样。你那时候还穿着朝圣殿的服饰，睥睨烟尘，决然出众。那时我又何曾想过，陪伴我一生的人，竟然是你。当年，谢谢你选择了我。6万年了，这6万年，你与我朝夕相对，还有阳儿、剑儿、昭儿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阿欢，其实我早该告诉你，我喜欢的不是神界尘封后这世间最尊贵的天后，而是当年大理朝圣殿会为了上古神尊一句嘉奖而高兴一整日的吴欢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还有3日，我就要死了。无论是在神界，还是天宫，我这一生都没有做错，错的是天命，错的是世道。阿欢，我能不能再抱你一次？阿欢，不管对与错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妻子，都是我儿女的母亲。原来无患之事，你一早便知道了。神尊明鉴，是我为了一己之私，所以才……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要替他担着？月迷就是如此教导你的吗？吴欢大错一场，夏君只想恳求神尊留他一命。你当真没有把本尊放在眼里？若本尊不留吴欢性命，反而是本尊的错了。目光啊，
吴焕嫁给你6万年，为你生儿育女，陪伴你左右，你护她自是没错。可你曾想过，这6万年间，她高坐云端，享世间无上尊荣，而你的师尊月弥，在这沼泽之旁，石像之中，6万载不见日月，不得安息。月弥神君对你寄予厚望，令你刚入神界变成星矢之职。这样亦是如此，神界关闭前，便将下界托付于你。可你呢？太令我们失望了。我这一生当断不断，终成大错，终于可以做一件我6万年前就该做的事了。放我出去！不光在那，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不光在那，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本君执掌天界6万载，得众卿相助，才能创下先祖太平盛世。然本君对妖界执念过恶，数度征战，致使3界不稳，又纵容天后数次犯下大过，无法挽回。我已无颜执掌天地之位，愿化身狮龙，永隔仙妖2界，护万世太平。凤凰凤苒，公正严明，乃执掌帝位最佳人选。望众卿家尽心辅佐，拥护3界基业。
杨儿，昭儿，大哥，父神和二哥都已经死了，世间只剩下我们3个人了。你当真要离开天宫吗？那昭儿和母神怎么办？离开天宫？不，你不能离开。你父神已经死了，你若离开，岂不是便宜了那凤然？本君绝不让你离开。母神，儿臣已犯下太多过错，还有何颜面再做天帝之位？我是天后，你是我的儿子。你没有资格，谁有资格？若有选择，我愿做父神之子，敬剑之兄，却绝不愿再做您的儿子。大哥，我心系天宫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全这个家。我有何错之有？为了保全这个家，您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？正是因为您做下种种错事，我们这个家才散了。谁都可以这么说我，但是你不可以。你是母神养育长大的，母神，杨儿是来向您道别的。上古神尊罚我前往人间，用毕生修为运化人间界，救灾济难，以此偿还我犯下的罪孽。神魔殊途，我与母神恐难相见，就此别过。大哥，不要走。杨儿，杨儿，母神，杨儿，你回来！你满意了？我现在家破人亡，再无还手之力。
你总算是报了当庭诘问之辱，受人愚弄之耻。求神尊放过我母神！求神尊放过我母神！目光已经死了，无欢，你可悔了。若不是你，他怎会如此？要说悔，也该是你悔。我的确是悔了。本尊不是个喜欢追忆往昔的人，更不喜承认自己的过失。可我后悔6万年前将你从凤族带回朝圣殿。哼！要杀便杀，说那么多干什么？你让我在青龙台受惩罚，无非就是想让我在众仙面前颜面扫地。那些天君何在？也让他们看看主神的狠绝。不必了，那是我给目光留下的情面。哼，我偏不领你的情。不患你的罪，万死难赎其一。可目光无辜，月迷无辜，景剑无辜。我不会把你关入九幽炼狱，更不会让你魂飞魄散。你的罪孽，由我当年一念而起，也该由我做个了断。母神，母神！你身上已无神力，凤族血脉已被本尊收回。从此，你不老不死，非人非妖非仙非魔，历尽各种病痛，却永不入轮回，受永生孤寂之苦。山谷神尊，王师爱你，敬你，你怎么能如此狠心？我诅咒你永世不得所爱，也尝尝这万年孤寂永生之苦。青剑兄，我森宇对天发誓，只要我还活着，这永生谷就降不了。两族和解是他的毕生心愿，希望你说到做到。若是这石谷上的裂缝抚不平，我森宇亲自下去向你赔罪。本尊就要回神界了，如今这天界闹成这样，只有交到你手中，我才能安心。神尊，我只会打架，不会治理，我怕辜负您对我的期望。你心中早已明晰所有的是非对错，做任何事只要凭你本心，便不会出什么大错。可责任这2个字太重大了，我只想在这儿守着它。仙妖两族积怨颇深，若想化解他们所有的误会与偏见，但是靠森宇是不够的。你也说了，这是景剑毕生的心愿，本尊答应你，若是两族回到往昔，你留去自便。
你知道我会来？除了你，还有谁会来找我？早点带上古回去吧。我已将苍穹之境的所有灵力注入到太苍枪上面，再加上你与上古的修为，想必足以打开神界剑门了。元气知道，定会发脾气。你本就是他的主人，6万年前就是。红日，待我们走后，你一人难免孤单寂寞，就让他陪着你吧。怎么，就不想说点什么吗？见到之阳，替我问好。何时动身啊？快了。趁着我们走之前，多陪陪元气吧。你这一世，最对不起的就是他。元气调皮，这100年来，辛苦你了。如此美差，可算不得辛苦啊。你儿子性子甚讨本座欢心，这一点可不随你啊。倒是你，隔三差五的变身成凤染，行鬼祟之事，怎么样？很伤神吧？以父神的身份出现在他面前，是不是不知道说什么？怕他接受不了你啊？本尊这倒是有个好法子，可解你燃眉之急。你说。阿启酷爱神兵，一直想要一件属于自己的专属神兵，为了这事儿都快磨了我数10年了。他的法器随便打造一把便可，为何不满足他？如此美差，自然是要留给你啊。这阿启长的第一颗牙齿，走的第一步路，说的第一句话，本尊都替你见证过了。至于他的第一件随身法器，自然是由你亲自给你儿子打造比较好啊。怎么样，本尊这个法子如何？阿姐，在做什么呢？凤然姐姐做了天地，我要亲手抓几条鱼去送礼。元琪，你不是说长大要娶凤然姐姐吗？光送几条鱼可不行。再说，鱼也不是这么抓的，父神教你。三伯，你怎么把他放进来了？你走，我不怀疑你。阿启，天宫无患被严惩的事，你听说了吗？早就在3界传开了，这和他有什么关系？有些事是该让你知道了。什么事啊？元琪，你刚出生的时候，无患就已堕魔，危害苍生。但当时父神身受重伤，又苦于没有证据，所以不敢贸然行事。当然，我更担心的是这件事情会牵扯到你，还有你娘亲。思前顾后，便没有与你相认。但这100年，父神用功读书，加紧修炼，终于在前几日，把无患的罪行大白于天下。你骗谁呢？我娘亲可不是这样说的。那你娘亲怎么说的？她说你不配。是啊，我确实不配。莫要诓骗我了，元气已经长大，分得清是非。阿启，你父神说的都是真的，三伯可以作证。我还是不信，除非凤然姐姐也来作证。为什么非得凤然啊？因为凤然姐姐是天帝啊。那三伯还是真神呢。我不管，我就信凤然姐姐。你连尿布都是三伯换的，凭什么我的话就不好使啊？那凤然姐姐老带我去下界玩，她说什么我都信。你这孩子呀。行，那过几日，你问问凤然姐姐，求证一下父神之言。
缘起，其实很多东西光用眼睛是分不清的。缘起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是啊，不管什么原因，这100年来，都是父神对你有愧。你已经长大了，父神今天来，不是要求得你的原谅，而是想跟你聊一下关于大人们要思考的东西。思考什么？回头，饿了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人间，走。来了，嘿嘿嘿。2位客官，您的菜齐了，请慢用。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些？知子莫如父啊。我可没认你。今日可有读书？读了《山海经》。我怎么记得100年前你就读过此书啊？凤然姐姐说，这类古籍晦涩难懂，需下苦功，缘起就多读了几遍。那我考考你。尽管来。罢了，食不言，寝不语。随便考，《山海经》我都能倒背如流了。等你吃完饭，我们去玩牌九，然后放风筝，可好？你还会玩牌九？当然了，因为你娘亲喜欢，我才去学的嘛。那你的牌技一定很差。你的牌九可是我教你的。骗人！明明是凤然姐姐教的。跟我切磋一下。输赢怎么算？老规矩，往脸上贴纸条。你怎么知道我跟凤然姐姐的规矩啊？她告诉我的呀。我反复问过凤然，她说她没有教你推过牌九，放过风筝，替你打过架。那是她不承认，反正缘起没有说谎。你今天真不像原来那般讨厌了。咱们在这儿歇歇脚吧。行。耶！我又赢了！缘起太厉害了，父神甘拜下风。我都连上好几把了，你脸上都没地儿贴纸条了。那你说，该如何处罚？我说什么你都照做。愿赌服输。
前几日呢，凤然姐姐带我下山，我们呢碰到了花族的小八，他手上拿着一把短剑，修炼用的法器呀。我要的是法器，威力无穷的那种，你却给我一个桃木。啊！这究竟是何材质啊？普通的桃木剑。普通的桃木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威力？此剑富有父神的半生修为，任何神兵利器都不是对手。哦，你可喜欢？这次轮到小八羡慕我啦！将来你拜师学艺，用此剑修炼，能助你早日晋升成神。谢谢父。还有一点，不可随意伤人。袁姐明白。你这半生修为都附在了桃木剑上，若是以后再遇到像吴焕那样的坏人，你会不会又打不过了？父神自有办法。缘起有了法器，就能跟你并肩作战了。若是以后再有麻烦，随时来青池宫找我。缘起，你知道吗？你天生就是混沌之力，若没有意外，就会继任主神。今后的路，许多要靠自己，切记学海无涯，勤勉才是真理。你真的是因为怕牵连我和娘亲，才不认我的吗？是的。好吧，缘起信了。那你是不是该叫我一声父神？你啊，你是男子汉了，将来要保护好你娘，让她不要受到坏人欺负。缘起会的。送你个东西。这是什么？嘿，等父神走了，你再拆也不迟。你又要去哪儿？父神要去云游四海。你又要丢下我？三不会慢慢告诉你的。那多久回来？记住我方才说的话。哪去啊？你娘亲还在生我的气呢。今天的事，我们不要告诉她，好吗？那我走了。父神，你回来的时候记得给缘起带点神兵利器，好不好？父神，你怎么不说话？那是一定。父神，我等着你回来。父神转了性了，真好。后古历60569年9月初10，主神归位，三界重享太平。
娘亲，白玉修屋子，琉璃做台阶，这里尽是宝贝啊！咱们去乾坤台吧。这6万年就是他们，没有消逝，也没有死亡，用全部的神力，默默支撑着整个世界。他们一直在等我们回来，但却没有人告诉他们，我们何时才回来。这样，我们回家了。上古，你当真不准备让白绝再回神界了？是我说了，一生一世再不相见，又凭什么生出妄念？这么说，你想过？月明寿辰马上就要到了，你怎么还在？月明的寿辰又在做梦了。你愣着干嘛？过来啊！难得做一场梦，总不能一下就醒了，太不划算了。上古，今后你要照顾好自己，莫要再想我了，也不要梦见我。我也不是总梦见你，我只是偶。
娘亲，娘亲，娘亲，父神送我的黑曜石手链突然裂开了，可不是缘起玩坏的。你叫白绝什么？父神？若是娘亲还在生他的气，那我不认他便是。把手链给我看看。这是我作为主神的责任，我要保护天下苍生。这是你教我的。是我逼你成为主神，是我将你推入这万劫不复之地。苍生太重，没有选择。白绝，这3劫我就托付给你了。若遇到危险时，将自身仙力注入此手链，它能瞬间提高你的修为。虽然时间较短，但足够脱离危险。千年来我独居北海，不曾记得与你照过面，但不知为何见你时，有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娘子，从今往后，我们同甘共苦，永不分离。我不是情侣，你骗人！诛仙为证，本尊以后旨，断其绝迹，永生永世，绝无再见之期。今日，弟子就将这本源之力与一切尊荣一并还给上古神尊。只求您觉醒后，能够妥善安置我的女儿，善待她肚子里的孩子。是啊，我觉得我解脱了，我一定会和青木再见的。后旨。娘亲，娘亲，娘亲，你父神送你手链时还说过什么？他要出远门了。他要去哪？他没说，只说回来的时候会给缘起带点神兵利器。还有呢？父神还提到了景剑哥哥和凤然姐姐。他说，若是能为心爱之人，为苍生而死，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缘起听着也不是特别明白。缘起，朝冤灵沼泽的方向，给你父神磕一个头。若说我此生最大的遗憾，便是没有以父神的身份陪伴缘起长大。希望他懂事后，能够明白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，理解我觉醒后做的每一个选择。所以这一切，你早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圣谷，6万年前你就已力竭而亡，他花了几万年为你重聚魂魄，然后以博玄的身份将你的躯体抚养长大，然后消失。
还未恨够你一生一世。我还从未听过你说过一句你爱我。我也还未还你对我生生世世的恩情。上古，如你所说，人生太长，未曾珍惜；苍生太重，没有选择。这一世，你恨我也好，怨我也罢，只要你活着，平平安安，比三界亘古，比苍天永寿，比千世万世更为长久。你怎么就这么离我而去了呢？这便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了。青池宫中万年孤寂，北海深处千年冰封。你在青龙台上挫骨分身，这怎么可能都是你？你怎么只能留我一个人在这世界？天启啊，这看什么呢？少饮些，你神脉不稳，小心伤了本源。我一个赋闲老人了，就不修炼，伤了就伤了呗。你今日寻本尊前来，可是因为本尊哪件公务办的欠妥啊？飞扬，本尊啊，自苏醒以来，属你接手这段时间，我最逍遥快活。究竟何事啊？缘起。皮是皮了点儿，随上古。这不老话说得好吗？讨小子出好，讨丫头出巧。他那不是一般的讨啊，这孩子天天拿着那桃木剑，上天下地的。这孩子修的又是混沌之力，人又聪明，神术一学就会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，我打也打不了，骂也骂不着，我是有心无力呀。那依你看，何人配做缘起的师傅啊？哎呀，我都在神界沉睡了6万年了，这3界我也不了解呀。仙界中有一后起之秀，名叫东华。东华，家业说此人教学极其严格，颇有当年白绝的风范，是真的吗？差远了。严师虽是严师，可至今尚未晋升，不能与那冰块相提并论。若是那冰块现在还在，该有多好！很久了，带着缘起去看看他吧。好。
自从你父神走后，3届火神缺位，这漫天大雪，从来就没有停过。大伯，那什么时候才会有新的火神呢？也许会很快，也许会很久。这天地之间，乾坤台上，总会有新的火神在诞生的。上古，娘亲，怎么有空来我这小山头了？总该让缘起学着管理3界了。娘亲，好孩子，缘起也想你了。缘起跟着你们，总比跟着我在这儿好。上古，你在这儿守了3年了，神之本源一散，便很难觉醒。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，可他花了6万年的时间才护住你，你却日日沉浸在悲伤之中。好了，这样，我这懒劲儿一发，做了几年水手掌柜，横竖你就替我担了这几万年，你比我更似主神。往后这神界还是多拜托你了。风然，在梧桐林宴请3界，你要觉得无聊可以去找他。白绝也不希望看到你这个样子，否则这6万年间，他也不用瞒你这么多。神之岁月长久，该放下了。缘起，走了。大伯，娘亲不会永远都不回神界了吧？再给他些时间吧，等他想明白了，他自然会回来找你的。大伯，那我父神还会回来吗？不管他什么时候回来，你一定要记住他，他便不会逝去。你的父神顶天立地，他也希望你能够和他一样，将来3界的重担迟早会压在你的身上。你的神力虽纯，但是根基不稳，还要好好修炼，知道吗？缘起明白。再过些年，东华晋位成神，我会送你去他洞府门下做一名记名弟子。待你有些本事了，再来找你的娘亲。缘起，你能吃得了这样的苦吗？缘起愿意。如今3界已定，3界之中，能够让我森宇亲信的人，就只剩下你一个。所以，如果你愿意留下，我今后不会再提婚事为难你，我一定会。你我自幼就在玄清宫中，天下之大，还有许多地方不曾看过。上古主神有言，为神为仙者，因为3界立下功绩。所以我想去人间瞧瞧，去走一走，看看我还能为3界做些什么。那，你走了，还会回来吗？也许会，也许不会。这世上有些事，错过了就是错过了。
但错过，又何尝不是一种圆满？或许是我该放下了。前程未许，陛下保重。是哪家的夏军，胆敢擅闯朝圣殿？目光呢？他今日怎么没来啊？陶渊陵的花开得盛艳，他要是再不来，那花都败了。母亲，父神他一直在，他一直陪在我们身边。新任天君不在天宫理政，整日待在这梧桐林中，咱们回禀事务也要递帖子才能进，好麻烦啊！你就知足吧，而今三界安宁，仙妖无事，总比前些年天天生死交战的好吧？我只希望能够日日待在洞府中修炼，早日飞升成神，好在有生之年呢，能目睹一下神界风采。见过上古神尊。众仙免礼。你说我们俩是怎么得罪擎天那个老头子了？三界神明千千万，偏偏看上这两个混蛋，有了这样一段孽缘。骂得好，要不过几日，我让普华开个姻缘大会，为我们重牵红线。说的倒像是真的，怎么你敢？我不敢，那你敢吗？我当然敢。我总不能在一只没有良心的白凤上等死吧？虽说他们两个都是混蛋，景剑要比白绝好一些，至少他舍不得你。舍不得我不也走了吗？上古，你的意思是？我也算活得长久了，从未见过用完冰解之法后还能存有一线生机的。景剑为你，他做到了。上古，你别骗我！我刚才看到一个凤族少年，在他体内看到了景剑的神识。是哪个？你快告诉我！天机不可泄露。上古，景剑既然能把神识寄养在旁人体内，那他自会有重铸躯体的办法。你性子急，我怕会对他不利，你还是耐心等待吧。上古，你快告诉我，到底是哪个？以后我想他自会告诉你的。天哪，
月明神君居然在这院子里藏了这么多坛好酒。哎，你我初见之时的桃花所酿。若景剑真的能够死而复生，说不定白绝神尊也……我想他不会了。他是真神，自乾坤台应万物而生，如今身陨道消，便是三界的因果，绝无转圜。若你真的这么想，怎么会在渊灵沼泽苦等一个没有结果的答案呢？殿下，是你啊，红日，你怎么来了？3年前，神尊将此物交给我，将我赶去北海，让我将塔中人的原体酝酿好了之后，再交予你。古君，殿下，神尊怎舍得让您至亲之人真的离开呢？他够了。他还做了什么？是我不知道的，你一次性都告诉我。这么软刀子磨着，还不如把我放到混沌之劫中，来得痛快。为我重塑神躯，一个人担着3界的大难，定我生，定我死，这些我都受着。默不作声的救了古君，这也没什么。这本是他犯的错，就应该由他亲自承担。今日你便告诉我，他到底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？没有了。是啊，没有了。他除了已经死去了，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。千年万年之后，若我也老了，把所有的事情都忘了，白绝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好你个小黄，好歹你也跟了他10几万年，眼下本尊哭成这样，你却半颗泪都不流。殿下，您也不稀奇了。6万年前，你以身殉节，白绝神尊也是如此。那时候，我以为天都要塌了，可是后来呢？等我一醒来，您还是会活蹦乱跳的。在我面前，还有白绝神尊的分身跟着您，所以我就想着，连您这样，连灰渣子都不剩的主神，都能回来，那有朝一日，白绝神尊是不是也会？
白绝，若你不信天命，我便同你再赌上一次。可好？多少？祖神在上，受小女一拜。6万年前，小女遵从您的嘱托，为了3界苍生，决然以身赴剑。只因白绝与我之情，瞒天过海，牺牲自己，我才侥幸苟活至今。在新的火神诞生之前，我会在这乾坤台长跪不起。求您大发慈悲，将白绝归还于小女，我甘愿以命换命。凡人若遇坎坷离合，才会求神拜佛。可我们是真神，你这么跪着，没用的。我不过是一个为情所困之人，与凡人又有何异？若火神不是白绝，你该如何？上古，你要振作一点，神界还需要你。我意已决，你们就让我跪着吧。母神，元启今日就要去大泽府学艺了，您不送送我吗？尊师重道，好好修行。您都跪了500年了，若是祖神答应，乾坤台早就会有异象了。母神坚信，于父神不会抛下我们母子2人。去吧，莫要像以前那样贪玩。祖神的意思，分明是让你别跪了。我已经求了500年，不在乎再求500年。你腿都已经跪伤了，还是起来休息一下吧。反正新的火神也不会这么快降世。上古，你应当知晓，白绝回来已是难事。就算他回来了，也很难带着前世的记忆。没关系。
只要我记得就好。这样，新的火神马上就要诞生了，你说会是他吗？实乃万一。可就是那个万一呢？我们几个当中，祖神最挂念的就是上古。也许，祖神一心软，就……有动静了。只知不见，未曾改变。前世诺言，化一缕烟。辗转难眠，谁在心？几时？你是薄雪，上古，我是白绝。手里断的线是打不开的结，能多少年，长谁结姻缘？此生不图再相见面，一生怀念，换不醒泪来的决。